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钱文博，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张军指着老同学的鼻子，唾沫横飞。不就挣了2个臭钱吗？穿得人模狗样，跟我们装什么装？然而，当张军得意洋洋地尾随而出，准备欣赏他露馅的座驾时，却在街角看到了一块让他瞬间魂飞魄散的车牌 C00001。 C 市市府大楼顶层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将整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尽收眼底，却又将一切声音隔绝在外，只剩下中央空调微弱的送风声。钱文博站在这片俯瞰众生的静默之中，手中端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履新市长已经快1个月了，他的日程表被切割成以分钟为单位的模块，填满了连轴转的会议、看不完的文件、需要字斟句酌的批示，以及必须小心平衡各方关系的会谈。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拧紧了发条的钟表，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弦绷得太紧，连带着灵魂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疲惫感如同一片无边无际的浓雾，从四面八方将他包围，渗透进骨髓深处。他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能让他暂时卸下钱市长这副沉重铠甲的缝隙。他的目光穿过林立的钢筋水泥丛林，越过闪烁的霓虹与交织的车流，最终落在了城市东南角那片低矮陈旧的建筑群上。南城老家属院，那里没有宽阔的马路，只有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板路；那里没有精致的园林，只有肆意生长的梧桐和樟树。记忆中，那里的天空似乎总比别处更蓝一些，阳光也更慷慨，空气里永远混合着蜂窝煤燃烧不尽的呛味，邻居家炒辣椒的馨香，还有老槐树在夏日午后蒸腾出的略带甜涩的气息。一个念头，像一颗被深埋多年的种子，在被疲惫浇灌后，毫无征兆的却又无比倔强地破土而出。他想去看看孙教授，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如藤蔓般疯长，迅速缠绕住他的整个心房，再也无法遏制。孙教授，他大学时的古典文学导师，也是将他从那个充满迷茫和自卑的泥泞胡同里一把拽出来，为他点亮人生前行道路的灯塔。正是孙教授的一封推荐信，才让他有了进入机关工作的机会，才有了后来的一切。这份恩情重于泰山。他拿起桌上的红色内线电话，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断：小王，下午所有的安排全部取消。电话那头的秘书王晨愣了一下，似乎想提醒他下午有个多么重要的会议，但最终还是迅速而专业地应道：好的，市长。钱文博挂了电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一个无形的重担。他快步走进办公室配套的休息间，打开衣帽柜，他脱下身上那件仿佛第2层皮肤般笔挺的白衬衫和熨烫的没有一丝褶皱的西裤，那是他的战袍，也是他的枷锁。他在衣柜最深的角落里翻找了许久，终于翻出一件多年前买的深灰色夹克，一条洗得微微发白，膝盖处有些磨损的牛仔裤。这些衣服是他每次想要找回钱文博而非钱市长时才会穿上的便装。手腕上那块象征着严谨与身份的机械腕表被他小心翼翼地摘下，放进表盒，换上了一块许多年前买的电子表，表盘上甚至还有一道清晰的划痕。最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副最普通的黑框平光眼镜戴上。镜子里的男人，棱角被柔化，气场被收敛，
所有属于权力的锋芒都被妥帖地隐藏起来。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奔波于生计，眉宇间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倦容的普通中年人。这种回归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近乎奢侈的松弛与安全。他没有从专用电梯下楼，而是走了另一条相对隐蔽的通道。在地下停车场，司机老李和秘书王晨已经等在那里。市长，两人齐声问候。钱文博摆摆手，直接拉开了后座的车门。老李，去南城老家属院，在光明路和建工街交口的那个老停车场停下。好的。老李没有任何疑问，平稳地启动了车子。车辆驶出戒备森严的市府大院，汇入拥挤的车流。车窗外的景象飞速倒退，从庄严肃穆的政治中心逐渐变为充满烟火气的商业区，最后是略显破败的旧城区。在那个尘土飞扬的老旧停车场，钱文博让车停下。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等我，没有我的电话，不要过来，也不要联系我。他叮嘱道。市长，这安全吗？秘书王晨的脸上写满了担忧。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能有什么不安全的？钱文博笑了笑，放心吧，我就是去看看老师，很快回来。说完，他推开车门，独自一人下了车，像一滴水悄无声息地汇入大海，瞬间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街角人群里。他步行穿过熟悉的街道，每一步都像踩在泛黄的旧时光上。街边的梧桐树比记忆中更加粗壮虬结，浓密的枝叶将天空切割成细碎的蓝宝石。阳光筛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摇曳的光影。修车铺的老师傅依旧戴着那副油腻腻的老花镜，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一个变形的自行车轮圈，神情专注得像个雕塑家。不远处的杂货店门口，老板娘正靠在一张吱呀作响的竹躺椅上，手里那把印着青岛啤酒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昏昏欲睡。一切都好像没有变，时间在这里仿佛流淌得特别缓慢，可一切又好像都变了。新开的奶茶店和手机贴膜摊与这些老旧的店铺并排而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终于，那栋灰扑扑的6层教职工家属楼带着它特有的沉默与沧桑出现在眼前。墙皮大片大片的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像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刻满了岁月的皱纹。2楼的窗户外还伸出一个用铁架子焊成的早已锈迹斑斑的花架，上面摆着几盆长势蔫蔫的吊兰。钱文博深吸一口气，走进了那个幽暗狭窄的单元门。楼道里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无法驱散的由潮湿、灰尘和陈年油烟混合而成的复杂气味。他放轻脚步，一级一级地走上布满污渍的水泥楼梯，楼梯扶手冰凉而黏腻。4楼西户，那扇漆成绿色的木门，在岁月的侵蚀下，颜色已经变得斑驳暗淡。门上贴着一张同样褪了色的福字，边角微微卷曲。钱文博站定，内心竟有些许孩童般的近乡情怯的紧张。他抬起手，又放下，反复几次，仿佛这扇薄薄的门背后隔着的是他全部的青春、奋斗与回不去的过往。他再次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略显局促的心情，终于抬手，用指关节在门上轻轻扣了3下，扣扣扣，声音在过分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晰，带着空洞的回响。门里传来一阵缓慢而拖沓的脚步声，然后是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略显艰涩的咔嗒声。
门轴发出一声悠长的呻吟，门开了一道缝，一张布满深刻皱纹、带着厚厚老花镜的脸从门缝里探了出来。孙教授浑浊的眼睛先是带着一丝疑惑和警惕，当他看清门外站着的人时，那份警惕迅速变成了全然的迷茫。他眯着眼，努力辨认着。你找谁？钱文博的心猛地一沉，随即又释然。10年了，自己变化太大了。他摘下眼镜，脸上挤出一个笑容。孙老师，是我，文柏。孙教授愣住了，他把脸凑得更近了些，几乎要贴到钱文博的脸上。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在钱文博的眉眼间反复逡巡，似乎在努力与记忆深处的那个青涩少年进行比对。几秒钟后，他眼中的迷茫如同冰雪消融，瞬间爆发出巨大的、难以置信的惊喜。文柏，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丝颤抖。哎呀，你这孩子，真是你！钱文博的眼眶瞬间就热了，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孙老师，是我回来看您了。好，好，好。孙教授一连说了3个好字，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几乎是粗暴地将他拽进了屋里，反手砰的一声关上门，仿佛生怕他是一阵风，一不留神就会飘走。屋子里的陈设和10年前钱文博最后一次来时几乎一模一样。靠墙那张桌面被磨得发亮的老旧书桌上，依旧堆满了各种线装书和文稿，旁边是2把因为坐得太久而微微下陷的木椅子，扶手处的漆早已被磨掉，露出了木头温润的本色。那个顶到天花板的巨大书柜里塞满了各种泛黄的典籍，仿佛一个沉默而博学的巨人。角落里那台早已过时的方块显像管电视机上盖着一块绣着牡丹花的蓝色防尘布，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墨香、旧书的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艾草气息。这是钱文博记忆里最能让他心安的味道。你这孩子，回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我好去买点菜。孙教授一边絮絮叨叨地抱怨着，一边手脚麻利地去给他找茶叶。我就是临时起意，正好路过附近，就想着必须得来看看您。钱文博撒了个无伤大雅的谎，他不想让老师为他张罗。路过？你不是在省城吗？隔着几百公里，怎么个路过法？孙教授显然不信，但脸上的笑容却愈发灿烂。他颤颤巍巍地踩着一个小板凳，从柜子顶上取下一个上了锁的精致木盒，打开锁，他从里面一个密封的铁罐里小心翼翼地捏出一小撮颜色金黄、形态饱满的茶叶。尝尝，别人送的顶级大红袍，我一直舍不得喝。他用一个搪瓷缸子给钱文博泡上茶，自己则依旧用那个喝了不知多少年、杯沿都有些豁口的玻璃杯，热水冲入，全曲的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开来，一股馥郁的盐韵兰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小屋。钱文博双手捧着温热的搪瓷缸，感觉连日来积压在心头的阴霾和疲惫都被这股醇厚的茶香冲淡了不少。快坐，快坐，站着干什么？孙教授在他对面的木椅子上坐下，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他。瘦了，比上次视频里看着又瘦了。他心疼地说，在外面打拼很辛苦吧？还好，就是工作性质特殊，操心的事情比较多。钱文博含糊地回答，他不想用自己复杂的现状来打扰老师的清静。能者多劳嘛，证明单位看重你。孙教授欣慰地点点头，
不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千万不能仗着年轻就透支。你看你眼袋都出来了，晚上是不是又熬夜了？是，最近有个项目在攻坚阶段。钱文博顺着他的话说，那就更要注意了。孙教授语重心长，对了，上次跟你提的那个我们老同事的女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人家姑娘人品学识都很好，你要是没意见，我再帮你问问。钱文博哭笑不得，只能笑着点头。老师，我的事不急，您别跟着操心了。在这间陋室里，他不是那个需要对几十万市民负责、日理万机的市长，他只是一个会被老师催婚、会被叮嘱注意身体的学生。这种感觉，如同在寒冬里跋涉许久后，突然投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让他几乎要落下泪来。阳光从西斜的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带。空气中的微尘在光带里欢快地舞蹈。就在这片宁静而温馨的氛围中，那扇刚刚被关上的木门被哐的一声极其粗暴地从外面推开了。一个穿着油腻腻的跨栏背心，露出啤酒肚，下身一条大花裤衩，脚上他拉着人字拖的男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手里提着2瓶最廉价的本地啤酒，酒瓶上还挂着冰柜里带出的水珠。孙老师，我老张又来蹭您的旗下了，今儿非杀您个片甲不留。来人正是张军，他比钱文博记忆中胖了至少30斤，头发也稀疏了不少，露出明晃晃的头皮。脸上带着一股被生活反复搓磨后留下的油滑和戾气，他的目光在屋里一扫，立刻就落在了钱文博这个不速之客的身上。张军的脚步顿住了，他眯起那双不算大的眼睛，像扫描仪一样，把钱文博从头到脚细细地扫了一遍，眼神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审视和一丝天然的敌意。哟，孙老师，家里来贵客了啊！他拖长了调子，语气阴阳怪气。钱文博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丝略显尴尬但还算真诚的笑容。张军，好久不见，还认得我吗？张军愣住了，他把脸凑近了些，几乎要贴到钱文博的脸上，使劲辨认着。半晌，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怪叫一声：“我操！”钱文博，他后退一步，指着钱文博，满脸的不可思议：“真是你啊，钱大才子，稀客，真是天大的稀客啊！哪阵妖风把你给吹回来了？”他的热情显得格外夸张和虚假，仿佛在演绎出拙劣的喜剧。钱文博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不自在，但还是尽量客气的回应：“刚回来没几天。”想着第一时间就来看看孙老师。哟哟哟，你听听，你听听，还是我们文白有良心。张军把2瓶啤酒往那张珍贵的书桌上重重一放，发出砰的闷响，拉开另一把木椅子，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不像我们这些没出息的，就知道天天守着自己那1亩3分地，没脸见老师。孙教授的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不悦地说：“张军，怎么说话呢？文柏难得回来一趟，孙老师，我这说的可是大实话。”张军根本没理会孙教授的不快，他自顾自地拿起钱文博面前那个搪瓷缸子，凑到鼻子前闻了闻，脸上露出一个夸张的嫌弃表情：“啧，文柏。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种缸子喝茶，太掉价了吧？”他转过头，目光如炬地盯着钱文博：“在哪儿发财呢？说来听听。看你这派头，怎么着也得是个身家千万的大老板了吧？”他的目光像2把锋利的小刀，在钱文博那件半旧的夹克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来回切割。
仿佛想把这身伪装剥下来，看看底下藏着的是什么金贵的内里。没有，就是找了份普通工作，混口饭吃。钱文博压下心头的不快，耐着性子说：“普通工作。”张军的音量陡然拔高了8度，充满了戏剧性的嘲讽：“你骗鬼呢！你钱文博从小就是我们这群人里最会读书的尖子，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去了首都那样的大地方。现在你他妈跟我说你干着普通工作！”他激动地一拍大腿，转头对孙教授大声控诉道：“孙老师，您听听，您听听，这就是您当年最得意的学生，现在出息了，发达了，跟我们这些穷哥们、老同学说话都开始打官腔，藏着掖着了。怎么，是怕我们沾你的光，还是怕我们找你借钱啊？”钱文博的眉头紧紧地锁成了一个川字，屋子里那份温馨融洽的气氛被张军的闯入彻底搅碎，变得尴尬、紧张，甚至有些火药味。张军，你少说2句，文柏不是那种人。孙教授的声音已经沉了下来，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他不是哪种人？张军梗着脖子，像一只被激怒的公鸡，不依不饶。我们这帮老同学，就我混得最差，守着个破烟酒店，一天到晚对人点头哈腰陪笑脸。人家钱文博现在是人上人了，是上流社会了，看不上我们这些泥腿子，不也正常吗？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钱文博终于忍不住开口，语气也冷了下来：“你没这个意思。”张军冷笑一声，身体猛地前倾，几乎要凑到钱文博的脸上，咄咄逼人的质问：“那你今天穿成这样是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你在大城市就这身行头，你这是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的，是想跟我们说你在外面混得也不好，博我们同情，还是觉得我们都是傻子，看不出你这是在故意装低调，在我们面前演戏呢？你这是在我们面前找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众生的优越感呢？”钱老板每一句话都像一根淬了毒的钢针，又准又狠地扎向钱文博。他本是来寻求内心片刻的宁静，却没想到一头撞进了最世俗、最不堪、最令人窒息的窘境里。他不想争辩，也懒得争辩，和已经被生活扭曲了心态的张军争辩毫无意义。他知道，无论自己说什么，在张军那早已固化的偏见里，都会被解读成炫耀和虚伪。孙老师，您看看，他还不说话了。张军见钱文柏沉默，气焰更加嚣张了。他以为自己戳中了对方的痛处。怎么了？被我说中了吧？装不下去了吧？他甚至放肆地站起来，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钱文博的肩膀，那力道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兄弟，别装了，真没意思。咱们都是一个胡同里光着屁股长大的，谁不知道谁啊？你撅个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现在混好了，当上大老板了，也别忘了我们这些还在泥里打滚的穷哥们啊！改天有空带兄弟去你公司参观参观，开开眼界，顺便嘛，也给兄弟我指条发财的路子呗。钱文博只觉得那只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油腻得让人恶心，那股混杂着汗臭和廉价烟草的味道更是让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不动声色地侧了侧身子，用一个巧妙的动作避开了张军那只不规矩的手。这个细微的带着疏离感的动作，像一颗火星掉进了火药桶，瞬间激怒了本就处于亢奋状态的张军。怎么，碰一下都不行了？他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声音尖利起来：“嫌我手脏，嫌我身上有味儿？钱文博，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
你以为你现在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比我们多挣了2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读了点书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发达了就忘了本的白眼狼。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被抽干了。孙教授气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他猛地抓起桌上的一个茶杯，狠狠地朝地上一摔，啪！清脆的碎裂声像一声惊雷。张军，你给我滚出去！老人家用尽全身力气怒吼道，眼中射出前所未有、令人胆寒的严厉光芒。张军被这一下彻底镇住了，他愣愣地看着满地碎片和暴怒的孙教授，一时间没敢再发出任何声音。钱文博缓缓站了起来，他不想再待下去了。1秒钟都不想，他对着孙教授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沙哑而疲惫：“老师，对不起，都是我的不是，给您添麻烦了。我单位临时有点急事，我必须得先走了。”孙教授看着他，那双苍老的眼睛里满是无法言说的歉意、心疼和深深的无奈。他张了张嘴，喉结滚动了几下，最终只是化作一声长长的、沉重的叹息。也好，也好，路上注意安全。钱文博几乎是逃也似的，快步走出了那间让他从头到脚都感到窒息的屋子。他走下阴暗的楼梯，脚步有些虚浮，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身后传来张军不依不饶、刻意拔高的嘲讽声，那声音在楼道里产生了回响，显得格外刺耳。这就走了？钱大老板架子可真大啊！别走那么快啊！不是说单位有急事吗？让我看看你开的什么好车回来的，是宝马还是奔驰啊？也让我们这些穷哥们开开眼界，沾沾光嘛！钱文博没有理会，他甚至没有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感到无比失望和悲哀的是非之地。他不是气愤，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和悲凉。他发现，即便自己脱下了那身象征权力的官服，也永远回不到过去了。人与人之间，因为境遇，因为心态，因为时间，早已隔上了一道深不见底、无法逾越的鸿沟。他甚至开始深刻地怀疑，自己今天的微服私访是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极其可笑的矫情与自我感动。张军像个得胜的将军，得意洋洋地跟在他身后10几米远的地方。他双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脸上挂着一种即将看到好戏的、充满恶意的期待。他倒要看看这个在他面前装模作样的钱文博到底开着一辆什么样的车。如果车好，他就有更多嘲讽的资本，坐实钱文博装逼犯的嘴脸；如果车不好，那更好笑，证明钱文博在外面混的也不过如此，只是打肿脸充胖子。无论哪种结果，他都赢定了。钱文博没有走向家属院门口那片停着各种杂乱私家车的空地，他目不斜视，径直往前走，穿过了家属院的大门。他穿过了那条熟悉的两旁种满梧桐树的林荫小径，他又穿过了一个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十字路口。张军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他心里的疑窦越来越大，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车停的也太远了吧？难道是怕被人看见，心虚了？越是这样，张军的好奇心和看好戏的欲望就越是强烈。终于，在穿过第2条街后，钱文博在一个相对僻静、路边种着一排白杨树的路口停下了脚步。路边静静地停着一辆黑色的奥迪6啊，张军的脚步也随之停了下来。
他熟练地躲在一棵粗壮的白杨树后，眯着眼，像个侦探一样仔细打量着那辆车——奥迪 A6L。他心里迅速给出了评价：车是不错，黑得发亮，洗得一尘不染，一看就是经常保养。但是在如今这个年代，A6L 也就算个中产标配，离他想象中的大老板座驾还有点距离。张军的心里已经开始飞速编排新一轮的嘲讽台词：切，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奔劳斯莱斯呢，搞了半天就1A6啊，就这一年撑死也就挣个180万的水平吧，也好意思在我们面前装大尾巴狼，看来在外面混得也不怎么样嘛，死要面子活受罪。他看着钱文博一步步朝那辆车走去，脸上的讥笑已经浓得快要溢出来了。他甚至准备在钱文博拉开车门的时候，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拍着车窗好好恭维他几句。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他所有的准备，所有的预案都瞬间化为了泡影。就在钱文博距离车门还有2-3米的时候，一变陡升，那辆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奥迪车上，几乎是弹下来一个穿着合体便装，但身形挺拔如松，眼神锐利如鹰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的动作快得不可思议，没有一丝多余的花架子，3步并作2步，精准地迎了上去。他没有说话，只是在钱文博即将碰到车门把手的前一秒，抢先一步，用一种极其专业、极其恭敬、极其稳健的姿态，为他拉开了后排的车门。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左手护在车门顶框上，防止乘客碰到头。这是一个只有在接待最顶级贵宾时才会有的教科书般的标准动作。同时，他用一种极低却又足够让周围安静的环境听得清清楚楚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简短地汇报了一句：市长，时间已经有些延误了，下一个会议在3点半，我们需要马上出发。市长这2个字像2颗烧红的、带着倒刺的钢钉，狠狠地、深深地钉进了张军的耳朵里。他整个人如同在晴天被一道惊雷当头劈中，瞬间僵在了原地。他脸上的讥笑，那份即将喷薄而出的得意，彻底凝固成了一个无比滑稽、无比荒唐的表情。他感觉自己的听觉一定是在刚才的愤怒中出了问题。市长，钱文博，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刚才还拿这个当成天大的笑话来讲，用来羞辱钱文白，说新闻里新来的市长也姓钱。一个荒诞到极点，让他头皮炸裂的念头，如同毒蛇般钻进他的脑海，让他浑身上下的汗毛在一瞬间根根倒竖。然而，这还不是最致命的一击，这只是那把即将落下的铡刀发出的第一声预警。他的目光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牵引着，不受控制的越过那个年轻人挺拔的肩膀，越过那扇为钱文博打开的象征着无上权力的车门，死死地落在了车尾，在那块蓝底白字的金属牌子上，在那串在本地电视新闻里，在市政府的官方报道中出现过无数次。他这个开烟酒店的小老板做梦都想搞到，却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号码上 CA0O001 C 代表着 C 市， A 代表着政府机关， 00001代表着这个序列的顶端，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最高行政权力。那串号码没有镶金，也没有镶钻，就是普通的白色字体。可是在张军的眼中，它却在瞬间爆发出比太阳还要刺眼的光芒，
像一块被烧到通红的烙铁，带着毁灭性的高温，狠狠地烫在了他的视网膜上，烫进了他的灵魂深处。张军的大脑在这一刻彻底宕机了，嗡的一声巨响，世界所有的声音都在瞬间消失了。他听不见风声，听不见车声，也听不见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他的世界里只剩下那串不断放大、旋转、扭曲的号码，只剩下钱文博那张平静的，甚至有些疲惫的侧脸，只剩下钱文博弯腰坐进车里，自始至终没有往他这边看哪怕一眼的冷漠的背影。他刚才开的那个自以为幽默绝顶，可以把对方踩在脚下的玩笑，竟然是赤裸裸的，他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残酷到极点的真相。那个被他肆意嘲讽为装逼犯的男人，那个被他恶毒羞辱为忘了本的男人，那个被他破口大骂为白眼狼的男人，那个他刚刚指着鼻子用最粗俗的语言吼出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的男人，是 C 市的市长，是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是那个可以一句话就决定他这种小商贩生死的，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一股巨大的、无法抗拒的、足以摧毁他全部理智的恐惧和荒谬感，像一只来自地狱的冰冷大手，猛地攥住了他的心脏，然后用尽全力狠狠地捏爆。他感觉天在旋，地在转，眼前的白杨树、马路、天空，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剧烈的扭曲、模糊，变成一团混沌的色块，支撑着他身体的所有力气，仿佛在这一秒被瞬间抽取得干干净净。他的膝盖再也无法支撑住他那副被酒精和劣质生活掏空的身体，他的双腿一软，扑通一声，他整个人像一袋被扔掉的垃圾，结结实实地、毫无尊严地瘫坐在了冰冷的、满是尘土的马路牙子上。钱文博在上车前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眼，他看到了远处几十米外那棵熟悉的白杨树下有一个身影，好像狼狈地坐在了地上。天色已经有些西斜，光线昏暗，他看不清那人的脸，只觉得那身形有些眼熟，大概是哪个喝多了的醉汉，或是走累了的路人吧。他心里只剩下对故人巨变的无限感慨和一丝无法言说的深深的悲凉。他收回目光，对已经坐进驾驶室的秘书王晨说：“走吧。”黑色的奥迪 A6L 悄无声息地启动，没有发出一丝噪音，平稳地汇入车流，很快便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仿佛从未出现过。世界恢复了它原本的模样，车流依旧，人生依旧，秋日的风依旧带着凉意。可对张军来说，他的世界已经在他瘫倒的那一刻彻底崩塌粉碎了。他瘫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被瞬间风化了千年的石像。冷汗不再是偷偷地冒出来，而是像决了堤的洪水，从他的额头、后背、手心疯狂地涌出，瞬间浸透了他那件油腻的跨栏背心和花哨的大裤衩。秋日的凉风一吹，他冷的牙关都在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上下牙齿疯狂地打架。刚才在孙教授家里，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表情，此刻都变成了最高清、最锐利的影像，在他脑中疯狂地一遍又一遍地无休止地回放。那句在哪儿高就啊，显得多么无知；那句故意穿成这样，怕我们找你借钱，显得多么浅薄；那句你不会告诉我新市长那人是你吧，哈哈哈。那夸张的笑声，此刻听来就是丧钟在为他敲响。
那句别装了，没意思，显得多么愚蠢；那句带兄弟一把呗，显得多么狂妄；那句嫌我脏，显得多么可笑。还有最后那句他用尽全身力气吼出来的别他妈给脸不要脸，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剧毒的带着倒钩的匕首，狠狠地捅进他的胸口，再残忍地搅动、拔出，带出一捧血淋淋的内脏，每一个字都像一个烧红的带着无数钢针的巨大耳光，从四面八方朝他脸上抽来，抽得他头晕目眩，魂飞魄散，连哀嚎的力气都没有。愚蠢、狂妄、无知、浅薄、可笑，他把所有能形容一个人傻到极致的词都在自己身上套了一遍，却发现远远不够。他猛地想到了自己那个小小的赖以为生的烟酒店，他想到了为了多赚点钱偷偷从非正规渠道进的藏在床底下的那几条高仿名烟，他想到了有时候为了省事，过期好几天的啤酒也撕掉标签，照样卖给附近工地的民工。他想到了自己那个小店门口为了多摆一个冰柜而占道经营，跟来执法的城管队员吵过好几次架，还骂过人家是穿制服的狗。他想到了前年消防检查，他塞了2000块钱的红包才勉强过关。这些平日里被他视作生存智慧、社会法则的蝇营狗苟，这些他经常在酒桌上向别人吹嘘的本事，在市长这2个沉甸甸的字面前，瞬间都变成了足以让他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的弥天罪证。他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正死死地扼住他的喉咙，让他无法呼吸。他完了，他这次真的完了。钱文博甚至不需要亲自动手，他甚至不需要记得今天下午有过他这么1号小人物，也许就是在他身边那个眼神像刀子一样的年轻人。回去之后，觉得今天市长的行程被打扰了，心里不舒服，随便跟工商、税务、消防、城管的哪个部门提一句，南城光明路那边有个叫张军的烟酒店，好像不太规矩。就这么一句，甚至不需要一句话，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那个小小的承载了他全部身家的烟酒店就会在24小时之内被各种检查翻个底朝天，然后以雷霆之势被查封、被取缔，化为齑粉。恐惧不再是潮水，而是一座轰然倒塌的万丈高山，将他这个渺小的蝼蚁死死地压在了下面，连一丝挣扎的缝隙都没有留下。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10分钟，也许是1个世纪那么漫长，张军才用那双还在剧烈颤抖的手撑着冰冷的马路牙子，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站起来。他失败了一次，腿软得像面条；他又失败了一次，眼前发黑，差点一头栽倒。第3次，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才终于撑着那双仿佛不属于自己的发软的双腿，勉强从地上站稳。他失魂落魄的，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机械地往回走。他不敢再回孙教授家，他这辈子都不敢再踏进那扇门了。他甚至不敢再走刚才那条路，那条路上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砖，都像是嘲笑他愚蠢的眼睛。他绕了一个天大的圈子，像一个孤魂野鬼，飘荡在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无比熟悉的街区。路过一个烧烤摊，他看到几个男人正在划拳喝酒，吹嘘着自己认识哪个大人物。他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涌，差点吐出来。路过一个十字路口，他看到执勤的交警，下意识的就缩起了脖子，像老鼠见了猫。当他终于飘回到自己的小店门口时，夜幕已经降临了。
那块他亲手设计的张军便民烟酒的招牌，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讽刺。他看着招牌上张军那2个字，第一次感到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所谓社会经验、人情练达、看人下菜碟的本事，在真正的压倒性的现实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多么的滑稽可笑。他像一个跳梁小丑，在一个他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舞台上，用尽全力表演了一出最愚蠢、最拙劣的独角戏，而台下的观众从始至终只有一个，那个观众甚至都懒得看他一眼。故事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报复，也没有戏剧性的谅解和原谅。远去的钱文博或许在某个深夜会再次想起这个充满遗憾的下午，想起那个面目全非的故人，然后发出一声无声的叹息。而张军则被他自己的狂妄与浅薄宣判了一场无声的，也许是终其一生的不见天日的内心徒刑。夜风吹过，他拉了拉身上那件早已被冷汗浸透的单薄背心，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刺骨的寒冷。他知道，从今天下午，从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街角的那一刻起，他生命里的太阳就再也不会升起来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